三位老师好啊，那个我叫潇潇，就是自我介绍从小到大都在做，我就别自我介绍，我简单说一下我自己吧。我觉得我这个人挺多缺点的，一上来说自己优点也挺不要脸的。首先一个，我真的是那种没有巨星的命，但我得了一身巨星的病，就是我特别容易累，而且我特别喜欢不耐烦。就如果一个人讲话太无聊的话，我真的会干自己的事情。希望三位导师可以多多包涵。然后我还要说一下我对《奇葩说》这个节目的看法吧。你不说也可以啊。稿子都想好了，你不要打断我啊！因为我觉得就是我为什么愿意来这个节目？说真的，这个名字我真的挺诧异的。说奇葩说，就算你让我最后拿了冠军，我也是高兴不起来。我是奇葩说的冠军，你知道吗？就算我拿了第1名之后，我的演艺道路就被定型了。我再想转型当花瓶就有点不太可能了。我刚才在外面看到一群穿得跟神经病似的选手，我就觉得。我们这个节目再怎么样，我觉得也是文化圈的事儿吧。我希望三位导师可以保证一下我们这个知识分子队伍的纯洁性。谢谢。你说你很容易失去耐心，然后就不想听人家讲话。上一次发生这个状况是听谁说话的时候啊？我大学毕业，我是当一名主持人，然后我当时是一名美妆节目的主持人。你们也知道录美妆节目那些人智商有多低。就是他们每次聊来聊去，就是比如说一个假睫毛，他们可以聊3期，就是聊到我真的就是翻白眼呢，我真的是受不了，而且给的工资又那么少，你知道吗？然后后来我就出来，我自己现在我的职业是一名时尚买手，我就自己赚钱自己花。所以你理想的人生状态是什么？是不要工作，然后被人家出钱供在家里当少奶奶吗？哎，这个其实还蛮爽的，被你这么说。但是当然不，因为我自己赚的钱也够我自己花，但是我也不想说要爬到一个多高的位置。真的，如果像爬到你们3位这样子的位置的话，出个门想干点什么坏事儿，想宿个醉什么的，都有人偷拍，那活得多辛苦。就是还是可以有一点小名气，就是满足一下我的虚荣心。但是就是赚的钱也够我自己花就可以了，挺好的。所以等于说，如果最后被宣布为奇葩说冠军，这对你来讲太粗俗了。我觉得。我真的不想当奇葩，我真的不想当奇葩。你希望别人看待你是一个优雅有气质的人，可是你不是啊。不是，对，怎么说话呢？导师没有沟通好，不是说他们3个都会用一种很祥和的态度。你竟然用祥和形容我们的态度？不是，我跟你说，我是因为愿意跟3位老师做朋友，我才掏心掏肺什么。哎呀，谢谢你闪光。潇潇，你是一个会遵守规则的人吗？就是比如说，对，简单的说辩论规则。但如果你整个不屑这件事儿的话，那就会有麻烦。不，我就特别喜欢就是把别人说的就是无地自容那种，我就特爽。这种是不是个？我就喜欢跟人家聊天儿，但是就是最后那个落点一定是要由我来收，我还蛮自私的，就是说话，而且这也是我不能当主持人的一个原因。主持人是尽量要把话交给那个来宾，我是我自己说爽了，管你们的，我这样的人。OK， 我觉得他很好，我只是说我面对他这样的，只有康永哥知道怎么handle这样的选手。分不分房子跟有没有感情有什么关系呢？当然有关系了。我的当时不要你房子就是有感情是吗？要你房子就是唯利是图对吗？就是原来是个饥饿的需求，我完全的不知道应该怎么。他真的是一个奇葩。那好，那我现在把他让给你们聊2句。不，我已经在我这儿，我认为你会进入下一轮。那您不盯我，就是要给我牌子。他跟你一样，那您就是虚伪，你又不盯我，又不给我牌子。啊，真的吗？谢谢。你不抱一下吗？哎，别，对，就这样很好。你知不知道有多少人想抱我？我们下次见了，谢谢，拜拜，好，拜拜。完全无法想象，如果没有潇潇这样的选手，奇葩说怎么叫奇葩说？这是我应得的，有什么好嗨的？我也不是故意表现的太浮夸，我这个人就这么浮夸，你知道我有什么办法？你既然说我浮夸，那我不录了呀，那我走啊。拜拜。好。快留我，留我。
你说话你说，你别往前这个，你别往前。他有礼貌就一直鞠躬嘛。对，不。你要不要亮出你的真本事来，让我们听一下你今天想要表现的那一段？题目是，我今天要聊的题目就是女人工作比靠男人更高贵吗？我觉得女人工作一定会比靠男人更高贵。首先，工作本身就是一件非常非常高贵的事情，劳动人民最光荣，这个是不分男女的，不论男人女人，只要我们认认真真、踏踏实实的在工作，我们就是高贵的。完了，讲完了，说完了。你准备找什么样的工作？你告诉我。我先问你一个问题，你是一个受过教育的女性，对吧？你也出过国。你要知道，在一个今天的自由的社会里，你不能简单的说谁高贵谁不高贵，每个人有自己自由的选择。我自始至终说的都是，工作的人是高贵的，劳动是光荣的。为什么不工作就不高贵呢？因为毛爷爷说的劳动最光荣呀。毛爷爷说的话就是真理吗？我是比较支持毛爷爷的。所以因为你支持他，对，所以他说的话就是真理。首先各位老师对我的点评，我非常的，内心是很接受的。然后呢，也比较喜欢，谢谢各位老师对我的点评。然后如果有，做的就是说的不好的地方，然后我回去会努力的改正的。你回去继续学学毛爷爷，毛爷爷有4卷5卷这么。你们好了，美眉在撒娇啦。我已经化了，我刚才那瞬间我就已经化了，没问题，说什么都行。身材好很重要。好，那谢谢各位老师，非常感谢，再见。千万别再鞠躬了，再见。再见。不要，谢谢。我觉得我很满意，而且我说的没有错。至于别人怎么样去理解，这就是别人的事情。小松老师长什么样子来着？好，来，我们有请下一位。老师好，我叫张小哥。这位老师一看我就是从小不被女生待见的那一种类型，他们觉得我性格比较高傲，比较冷漠，然后比较不会说话。我来到这里也想各位老师看一下我到底是不是性格有问题，到底是不是真的不会说话。你很介意别人说你整过型吗？我没有觉得自己很假，也没有觉得自己有整容痕迹。没有整容痕迹的意思就是说不找的大夫特别好。没有啊，我没有，就是没有动过刀。我觉得她一定是不够好的，因为从小就特别好看的女生，要比她高傲的多。但是我没有觉得自己完美，但我不代表我不骄傲呀。谢谢。哎呦，这是一看脸的时代啊！那我这样做节目吧。下一位。真讨厌！我说把我把我自己的丑跟在一组吧，为什么跟了这么多美女哥？直面人性黑暗的真理女王，她来反对心灵鸡汤。马薇薇没有逻辑的正能量，就是负能。这话全跟说没说一样啊？什么意思？这本身就是心灵鸡汤。对，我不看好，我们可以不见他吗？也不要这么偏激吧，人家是女王听说是女版的我呀，我必须得见见。好久没照见。女版的你，那我觉得还是不要见的。来吧，拭目以待。三位老师好，美女好，帅哥好。你好。哎呀，很周到。那边还有导演，跟导演。导演你好。苏格兰短裙少男组合。哎，陈峰，你夸奖了。对。这个刚才我在外面已经偷偷听到说，大家说我是女版的高晓松老师，对此我提出小小的抗议啊，起码长得不太像我。
真的，说实话，他长得那骑驴呢？不是，我觉得骑什么动物像您都不太合适。你这不是骂我，你是骂邓亚萍老师。为什么呢？邓亚萍老师长得就像我呀。那邓亚萍老师深夜痛哭好几回了吧？这是你骂邓亚萍老师，你知道吗？邓亚萍老师哪块长得跟您像呢？我这个人呢，经常成为深夜传递负能量的一个人，争取成为心灵鸡汤中的一颗老鼠屎。不过我看小松奇谈，我不觉得你是心灵鸡汤当中的老鼠屎啊，你有的时候还算心灵鸡汤哎。你觉得他是老鼠屎吗？我觉得要看是什么类型的心灵鸡汤吧。实际上，我们常见的心灵鸡汤一般分为2种，一种叫做事业型鸡汤，一种叫做爱情型鸡汤。我们举2个典型案例。事业型鸡汤是怎么样的呢？最近最流行的一句，对吧？今天你对我带搭不理，明天我就让你高攀不起啊！听起来牛四射带火星啊，充满了屌丝逆袭的气息啊！实际上细究起来毫无逻辑，绝没道理，谁和谁倒霉。为什么呢？很简单，这事儿不可操作。他首先点明了说这句话人的处境，就是人人都对他带搭不理，他高攀谁都高攀不起，已经够惨的了。但是他没有论证，他打算通过什么方法，用什么努力达到让别人高攀不起的状态，明白了吧？这是一个心灵鸡汤的标准特质，立你的志，但不给你操作方案。第二，这种心灵鸡汤同时也显得人很坏，它是不道德的。为什么？因为别人带搭不理对你，对不对？伤害了你幼小的心灵。可是有朝一日你走向高位的时候，你会怎么对别人？我也一样让你高攀不起。你知道吗？你讨厌小人，可是一旦你成功，你居然会成为你最鄙视的小人。所以我说，这样的心灵鸡汤，坦白讲，正是人生负能量所在。所以马薇薇刚才为我们讲了一段心灵鸡汤吧，是不是？你刚才点出了心灵鸡汤的第一个问题，就是他没有给工作的过程，他就给了一个简单的结论。对。然后第二个呢，他透露一种报复的心情。对。这是第一个例子。对。第二类鸡汤叫爱情类鸡汤。比较流行的是什么呢？你若对我不离不弃，我便对你生死相依。听起来很感动啊，很多这个已婚未婚的少男少女哗哗哗猛转，对不对？转美另一半看。但是你有没有发现这里面透露的逻辑是什么呢？是只有你对我这样，我才会对你那样。这里面充满的是菜市场讨价还价的等价交换原则。说好的牺牲呢？说好的奉献呢？说好的无怨无悔呢？说好的罗密欧和朱丽叶呢？如果爱情都可以被计算的话，那它有什么值得被歌颂的呢？转发它的人本身就很吃惊。对，我已经闻出来这锅鸡汤那鸡精是从哪儿来的？对，你这鸡精，你看过一本著名的书？您写的吧？叫蔡康永的《说话之道》。没有，不好意思。你一定要看那本书。那我回去好好看看。我刚才好怕他用到我的话来攻击我。基本上就是从蔡康永的《说话之道》的。我不跟你辩论好了，我可不可以跟你讨论一个事情？君子不以人废言，不以言举人。意思就是说我喜欢高晓松这个人，可是我不用因为喜欢他这个人就相信他所有的话。微微这句话跟你有关系。好。就是你讲的话很有道理，可是万一你这个人很讨人厌的话，我可能没有办法收到你话中的道理。那你刚刚走进来开始的这个气场，其实挺咄咄逼人的。这样真的能够让人听得进去你所说的道理吗？因为很简单，我觉得人接受一个观点，特别是新观点的时候，是需要拍一下、摸一下的。什么意思呢？就是一个新观点，我上来很温柔的跟你去述说的时候，其实大家是不会太听得进去的，你吸引不到他的注意力。就上来拍一下，他对你这个人很不爽，他会想方设法的去驳倒你。也是，他会思考这个。像你进来这样一直拍我们就决定要跟你驳一下。你就别再占用其他选手时间了，因为你肯定有下一轮见到我们的时候。哎呀，好嘞，连辩题都不用说了。不用了，算了，不用了。哎呀，好嘞，很高兴认识你。好，也很高兴认识孙老师、帅哥美女，感谢你们，感谢导演，感谢奥瑞，再见，拜拜。谢谢你赏脸，非常好。其实我们喜欢他，不是喜欢他的辩才我喜欢他的态度，他很自在。
一定要下载爱奇艺视频看奇葩说呀！感谢最懂你的今日头条新闻客户端、有态度的网易新闻客户端和华人必备的凤凰新闻客户端，当然还有无所不知的百度百科鼎力支持。登录人人网，关注奇葩说公共主页，微博关注爱奇艺奇葩说，跟我们互动。微信添加奇葩说订阅号，每天推送纯干货，喂饱你。让我今天穿短裙的编导，等会儿拍完节目之后，咱们好好聊聊。老师好，我叫王梅，我来自澳洲，现在在悉尼，是一名会计。之前我的编导跟我沟通的时候，他跟我讲，他说我们要给你找一个节目定位，然后沟通之后，他们跟我说，我要展现的形象是一个场下温柔甜美，场上非常犀利的美女辩手。我当时其实非常的暗爽，你知道吗？然后结果来到这边，我看到其他女选手长什么样的时候，我就知道她在逗我。我刚才跟她说，我说你是不是在玩我？然后编导横我一眼说，到底是我逗你还是你逗我？你自己给我看看，你给我拿的是什么照片？因为之前我在悉尼，我给他的只是一张我自己的照片而已。当然你知道嘛，自拍照有点水分很正常，有点水分很正常，有点水分很正常。我的生活经历里面，我发现很多澳洲男孩找中国女朋友或者中国太太，然后那个中国太太和中国女孩都不是中国人审美上那种美女，所以我觉得外国人看不懂中国女人的美。如果这是一个题目，有正反方的话，你愿意选择正方还是反方？两边都可以讲，可是要我来讲，我是觉得外国人可能看得懂中国女生的美，因为我们说的美可能大概是说大眼睛、高鼻梁、小嘴巴、巴掌脸，这是现在我们中国人或者说整容比较希望达到的状态嘛。那其实，在外国人的眼里，他其实不觉得这种五官有什么样的新奇之处，因为其实我眼睛就是没有那么大，很小。其实当我不化妆的时候，我的外国同学跟我说，哎，其实你今天不化妆，眼睛还蛮漂亮的，因为可能有一点稍微往上扬，他们会觉得这样比较漂亮。你刚刚用的是稀奇之处嘛，所以你的意思说，就是亚洲人在他们眼中是要以稀奇来取胜，不太像是稀奇，可能在他们心中，中国女性的长相应该就是像花木兰，或者是这样的长相。对，王梅，你跟佳佳两个人如果一起走进澳洲这个酒吧的话，你认为未必大家都会先看她？可能先看身材。先看身材，对。因为王梅会是一个不错的辩论选手，所以我想我们应该会在接下来的比赛中看到她吧。好，王梅，谢谢你今天来啊，谢谢老师，下次见，谢谢。听说这次不止你一个人是从蒙纳士大学来的，对，还有我学弟。对，她是我学姐，我叫包江浩，也有一些朋友叫我图图。他现在是我们辩论队的队长，所以我们俩应该是准备先厮杀一场。那就玩命到底啊！这些年就相互之间打来打去，也没少打了。只有一个人能活着进来参加节目，当然很残酷了，但是这没办法的。我估计你们很坏，肯定要这么安排。老师好，你好，我叫包江浩，我今年21岁，是澳洲蒙纳士大学的一名留学生。老师们，你们一定会记住我，因为我可能唯一一个自费跨越半球、自费买了机票来参加比赛的选手。因为当时这个奇葩的节目组他找到奇葩的我的时候，他们跟我说啊，小帅哥你快到碗里来，就非常殷切，你知道吗？我一激动，跟他们说，我给你们介绍我一个学姐，她也非常适合这个节目啊。好，他就去跟我那个学姐聊了，一聊完之后回来跟我说，哎呀，海外名额有限，那经费也很紧张，你要来，要不自费？简直过河拆桥，你知道吗？问题是你的学姐来了吗？我学姐来了，她是公费吗？我学姐，你们还给她报了商务舱，你们知道吗？非常可怕，有这种事儿？不是，就反正我学姐到底来，我晚上回洛杉矶啊，这事儿得好好聊聊。我来之后呢，就他们有给每一个选手啊起一个绰号，你们知道他们给我取的这什么绰号吗？什么绰号？4个字。自费来的，然后你的人生总共被结论就是一个自费的人呐。对啊，就是个自费人。我本来以为我至少辩论权啊，我觉得可能长相还是比较占优势，但是我一来发现，我大概也只能比过小松老师，就没有这个。你还不按理？你还不按理？你知道你们那个蒙纳士大学的校名是从哪儿来的吗？是蒙纳士将军。他干了什么？他参加了第1次世界大战。我问个俗问题啊，你是辩论队中文辩论队队长，对，你最喜欢的短命题的，字数不特别多的，
短我们分享一个啊，分享一个，我随便分享一个吧。就之前来路上看到，就是可能有一个说，这是不是个看脸的社会？你觉得呢？我觉得吧，这当然不是个看脸的社会了。那原因非常简单，小松老师对吧？虽然说我他又要拿你当例子说这是一个不看脸的社会。对不起，你先我问你，莫纳什一战中间发明的战术叫什么？莫纳什一战中发明的战术，你终于把他给难倒了。哎呀，我就不应该说这话。对，你要来这个就你对小松的这个题目应该改一改，叫这是一个不忍看脸的社会。你怎么也加入这个行列？不是，重点是你看小松老师，就可能我假设我脸赢了，但是小松老师就谈吐非常丰富，他知道莫纳什发明了什么战术，我不知道，大家觉得他很棒，觉得就全是赞美之词。是我呢？可能我不知道莫纳什他是什么战术，我想尝试用脸来补一补。他们说你也是小花瓶儿，还是男生，这简直就是不行，评价就立刻低了很多。所以说才是我是自费来的。所以你说小松老师做这样，这是一个看实力的社会多过这是一个看脸的社会。对，听他讲话到现在，其实他的热情是有感染力的，所以冲着这一点，我很乐意见到他再次出现在。我也是，我主要是因为自费来的。我就这救活我了。你要是确定你是自费，那我就没什么其他意见。自不自费我们再商量。反正呢，我的立场就是我应该会希望再看到你出现在我们的节目。好，谢谢江浩，那我们争取下一阶段比赛再见。好，谢谢江浩，再见。蔡康老师他们说的是很希望在后面看到我，你知道，很希望这个词非常微妙的。本节目由时尚最时尚的美特斯邦威独家冠名播出。怎么办？哇，看忙的。那个，如果你要是临场突然觉得这个事儿特别好玩，你就可以突然转换身份变成那边。如果突然特别觉得好玩的话，我就参赛。对。安静啊！安静啊！亲爱的笨。离婚律师是离了婚的律师，还是专门办离婚的律师？我觉得我自己的很多想法比较奇葩，而且我是一个非常有战斗力的奇葩。我做离婚案子做的比较多了，咱们说法律上可能是个专家，这个情感问题上我算个半个专家吧。张老师，大家好，你好，我是生命不息、战斗不止、战斗力极强的离婚律师张楠。最近呢有一种说法，说这个婚姻法解释3出来了，父母给自己的子女买房，登记在自己子女名下的，离婚的时候不分了。就是我爹妈给我的房子，我离婚的时候归我，不归他。咱们的婚姻法解释3就让婚姻回到原本的状态，回到感情上来，大家就声讨说又不保护女性啦。但实际上我认为不是这样，说出这种话来，他就没把自己当人，没把自己当人，没把自己当人。我现在就问你一个问题，你觉得立法者是准备干涉人民的情感问题吗？婚姻法里怎么规定的？离婚的前提条件是什么？是感情破裂。各地出台那个限购限房政策以后，很多人是为了购房而离婚。我就愿意为了购房而离婚，你管得着吗？然后分不分房子跟有没有感情有什么关系呢？当然有关系了。我的当事人不要你房子就是有感情是吗？不是，要你房子就是唯利是图对吗？绝对不是这个意思。那你说什么？你听我说，来咨询的人怎么说的？说我能分到多少钱我就跟他离，我分不到多少钱我就不跟他离。这种案子我一律不接。为什么？你离婚的目的到底是什么？是我跟他不过了，我们的感情破裂了，还是说我为了多少钱，在有钱的基础上我不跟他过了？我觉得这个要说清楚。我觉得这个事儿太可笑，跟你有什么关系？我希望他幸福，不好吗？那你把他娶了得了。我是律师，同时跟你有什么关系？有关系，我同时是一个人。所以呢，我们把这个题目，我们把这个题目列为将来奇葩说可以讨论的一个题目啊。我觉得最后我得问一下小松，基于你对这个题目的热情啊，所以你想要有张律师这样的人在队伍里面吗？我希望一个更公平的法律工作者张律师来谈这个问题。我听懂了，所以张律师那就谢谢张律师，谢谢，再见。我觉得他最大的问题是他模糊了一个律师和心理辅导之间的界限。他的论点常常转移，就是所以你跟他辩不清的。
我叫刘松，是凤凰新闻客户端的主笔。我叫梁植，现在在清华新闻与传播学院读博士3年级。我叫李银飞，学历最高的相声演员。我们认为历史的话是向前推进，或者说螺旋上升的这么一个状态。西汉前期的这种历史是在跟我们在做一个同期循环。你觉得工业革命发生之后，你觉得还在循环吗？其实还是一样的，尤其是在中国的社会。说的什么相声啊，都是饿出来的。我就认为一代一代的相声演员的艺术水平是在下降的。你觉得这是因为吃饱了？我现在有很大的纠结，因为我面临明年毕业嘛，然后我本科学了法律，硕士学了金融，博士学了新闻传播。所以今天来呢，其实挺想问问3个老师，应该做什么样的工作，会让这3个专业呢能发挥作用，自己也很开心。应该做什么样的工作，会让这3个专业呢能发挥作用？西汉前期跟我们在做一个同期循环。我就认为一代一代的相声演员的艺术水平是在下降。这根本就否定了艺术是人类的一个精神需求。他这太苛刻了，就是原来是个饥饿的需求。西汉都有多少个皇帝啊？都叫什么？西汉应该是汉文。这有点慢，我告诉你，高慧、文景、武昭宣、元成、哀平、孺子婴。高晓松，网络上面查得到的东西不要拿来塞在我们的脑子里面。我可以回答你啊，可是我先给你个0。因为这个不是我们这个场合的意思，我们不是在这边开这个人生未来讨论。而且一个都读到博士的人了，还要去问别人说我是谁，我从哪儿来？可是我觉得，这一个人读到博士还问这问题，以你的法律加金融再加新闻传播这3道背景说起来，你在娱乐事业方面你可以着力的点非常多，所以也许你不是故意要这样子安排的，可是刚好凑起来，这是一个很有前景的一个累积。对，确实不是这样安排的。就是学法的时候是觉得自己愿意去表达，对刑事辩护有兴趣，所以学了。然后学法之后呢，参加了一个比赛，跟国际贸易有关。然后有人跟我说了一句话，对我影响很深。他说：“你学法律好像是在学篮球比赛的裁判，但是你自己都没有打过篮球，你为什么要去做裁判？你没有资格。”然后我想，那我应该学经济学，我应该了解这个篮球赛，作为一个球员，你在资本市场中是什么样子？学了金融，然后学了金融之后，第2年其实本来已经决定要去工作了，也面试了。对。然后结果参加了中央台的一个主持人的比赛，然后发现自己好像在这个方向上可能还有尝试的可能性。然后又留在学校做了新闻传播的博士。所以你想了一辈子，其实啥也没干。我觉得没有，我觉得你就是北京话说的那种，就我干什么成什么，我啥也没干，所以我啥也没成。没有，我觉得其实尝试的这些过程都是在积累。你已经很危险了，如果你不来一点让我们耳目一新的观点或者是什么，就在那儿跟我们絮叨你的普普通通的清华人生的话，那我也准备摁铃了。梁植，我问一个问题，你说刚才你是本来是学法，然后有一个理想，后来你去参加了一个比赛，然后别人跟你说，你如果去学当一个裁判员而不参加比赛，你怎么能去裁判呢？所以后来你就变成了去学金融。你觉得这人说的有道理吗？我觉得有道理。我可以继续这逻辑讲，你学了金融又说你光弄了金融，你没弄过实业，那怎么着？再学机械。咱清华一共不是说听到。不是说学了机械，说这外边的机器有了，里边电你又没干过，那就再学电。因为我觉得，正好是我当时做的事情跟这个国际贸易法的比赛有关，所以说这个人说的话他戳中了我，而且我自己有这个判断，我觉得应该参与到这个里头去试一试，所以就学了。不过无论如何，你念的这些都不是容易念的科系，你都念成了，表示你很聪明。可是你却会因为别人所说的话，就赌下你人生好几年去实现别人做的一个判断，这个我觉得很危险的。其实可能我用刚才的表达，也许放大了别人对我的影响，因为我自己当然也有这样的考虑在里面。就像刚开始的时候，小松老师说，为什么说我读到博士，然后还要问别人这个？我觉得这个是不相关的。我知道你为什么永远都要听别人说。你的意思就是来了一个姑娘站那儿说，你看啊，我身材又好，我长得又漂亮，皮肤又好，我家里有钱，你们觉得我该嫁谁吧？是这意思吗？是不是？我学了3专业。我什么都会，你们觉得我该干嘛吧？我觉得你应该当国家主席。那你问我，我只能这么说。那你就像一姑娘这么问我，我只能说你应该嫁王子，是吧？那你可不是应该当国家主席吗？那我还能怎么说呢？
是吧？没有，我觉得其实反而是问3位是最有的问的，因为我知道就是蔡老师、高老师跟马老师，你们自己的这个人生选择，其实跟你们的家庭之间肯定有很多的这种有意思的这种关系。因为我知道一些了，所以说我不敢说我知道多少。但是我们从来没有走到一个比赛上问3位那个评委或者导师说我应该怎么生活。所以这可能是我和别的人也许不一样的地方。你是清华最优秀的这个目前在校生之一啊！我回学校里，校长也好，书记也好，等等，都跟我提到过你啊，所以你今天的表现让我非常失望。就是我觉得你没有拿出一个大名校生胸怀天下。你一个大名校是干什么用的？名校是振国重器，名校毕业是干嘛用的？不是用来找工作用的，你明白吗？名校培养你是为了让国家相信真理，这才是一个名校生的风范。一个名校生走到这里来，一没有胸怀天下，二没有改造国家的欲望，在这问我们你该找个什么工作？你觉得你愧不愧对清华10多年的教育？我觉得绝对没有到这样的高度，因为刚才一直在跟我说一定要轻松，然后聊一些简单的话题。我觉得其实任何一个话题都可以聊到很有意思，但是总不能说来了说，你看我什么都会，我干过我这么好的学历，我该干嘛？你们告诉我。没有，我没有觉得学历好，我只是觉得我可能选了一些不一样的路径，然后跟大家一起去讨论。他选了一个问问题的方向，但是我们都开始质疑你为什么要这么问，这事儿就有点麻烦了。了解啊，或者你就问我们仨一个问题，我们就可以回答。比如说你们仨都上过这么好的学，这都是留学回来的，你们仨在这演艺圈里当戏子，觉得亏不亏？哎，这不是好问题，我们仨立刻就回答你。所以今天问的这问题实在是让我们没法回答。这不是逼下个选手就问我们这一题。那我也只能给你按这个。谢谢。好吧，张老师，那梁老师，谢谢你来，谢谢张老师，幸会了，好，山水相逢啊，谢谢。我觉得就是其实来参加这个节目就很放松的，想跟几个老师聊聊天，没有想太多的竞技性啊或者很多功利的东西，然后我也只是作为我个人来的，我也没有代表怎么样的一个群体。我觉得小宋老师拔高了。你刚才说那番话弄得我还真的浑身就是挺感动的，这种名校国之重器等等。那当然了，名校生是干嘛用的呀？上星期新的校长请我们几个校友吃饭，我们就一直说清华今天的校风，其实就跟技校，咱别蓝什么技校红什么，就跟没什么区别嘛，就是教你个技能找个工作。那要名校干嘛？要名校的传统干什么？是吧？那所有的这实在是，我回学校演讲也是。我讲了一通人生不止眼前的苟且。结果，那就一直在学校里面读下去。今天穿的很有自己的风格嘛？你想穿吗？你不配。你觉得你自己长得帅吗？我觉得我不能算帅，但是我应该是美出了自己的风格。你觉得我长得帅吗？我最多能说你长得不恶心。你在比赛里面会爆粗口吗？我尽量不吧，但是这个谁控制得了啊？你也知道你们有些选手长得有多让人生气。你觉得自己是奇葩吗？不是，太伤人了吧？谁是奇葩呀？谁是奇葩呀？